好过我是 Tim， 众所周知，我们公司每年会花很多预算在各种奇怪的东西上面，比如这个是把一个 Apple Watch 变成一个 iPod， 再当成一个手机来使用的怪东西。但这只是视频的一小部分，等会你会看到100克的纯金手机壳到底有什么用，还有各种奇怪的车、奇怪的监控。欢迎收看我们影视剧中的怪东西分享8.0。眼前这2个东西，说真的不是我想买的，也不是李思维想买的，是我们公司人说这个东西很好玩，让我们买。这个东西叫做 Razor， 我知道这个漂移车，但我从来没开过。它卖8000块钱一辆，说是美国进口的。你来以一个车评人的视角给大家评价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首先它这个方向盘非常的运动，然后这个油门踩下去是不会动的，因为这个手刹没放掉。好，手刹放掉了之后，它也是不会动的。为什么？这个车，你仔细一看，你会发现它没有刹车这个选项。这个车的核心在于它的目的是把一个轮子给提起来，这样你的车的速度就变了，它就会开始飘。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东西是怎么玩的嘛。这个车吧，我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它不是一个儿童的车了，它的动力之大。你好，我们的规则是什么？把桶全部撞翻了有积分是吧？规则是你不要撞到桶，你会有积分。造车的。Ending pose。这个东西卖21999，你看到你会觉得它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事实上也就是这样，它是一个跟踪型的相机。其实我们在玩车或者在做各种事情，你看它都可以牢牢的跟住，并且进行录制。比如像现在我点一下录制，李思维就开始好不好？它的逻辑是什么？它的逻辑就是它有人脸识别，并且它能知道你是谁，它只跟他认识的人。我突然这个，我是路障僵尸，还认识吗？还认识？认识。这太尴尬了。这样的，他还在跟。这样的，在他认知里，这就是你。它本身传感器其实只有手机的大小，非常非常之小，但它的画质其实还不错。那重点在于它会自己进行缩放、变焦，所以这样的话，一个人可以控特别多的机位。比如李思维先上车，你看它的这种自动变焦做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。这也是相比大疆 Pocket 3最大的一个优点，就是它变焦范围足够大，所以它可以自己来给你抓有意思的画面。当然，你可以根据情况来调它的 AI。总的来说，我们公司最近买了好几台，做了我们那个雪地的直播，再加上现在有很多长时间记录的节目，都会用到这种设备。这是这2年我们设备变得最多的一点，就是从传统的民用相机开始转向这种以前我们觉得智商税的东西，但用下来好像不算智商税。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，这个是最近讨论度超级高的一台相机，不是因为它的画质，不是因为什么东西，就是因为它是一台抽象的怪东西。你看看这个相机，你见过长这样的吗？像个钉枪，就是当当。但是这个东西是富士新出的一个叫做 Insta-X Mini EVO Cinema 的这么一个相机。我也有一台迷你 EVO 啊。富士的拍立得，你敢信？它赚钱赚的超级猛，是盈利超级强的这么一个支线。然后呢，他们追求的从来都不是画质，所以这一次他们选用了一块行业里从来没有见过的传感器。你猜有多大？半英寸，1/3英寸，1/5英寸是他们这次选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画质可以足够烂，所以他们可以选择年代，可以帮你回到最早是1930年、2000年。我是一个90后，所以我选择1990。好的，好不好？1990好不好？我是你爸爸。1990年不这样说话的。1990年，我是你爸爸。怎么样？很夯。好，不要急，你以为这就是全部了吗？它为什么卖2799呢？我再给你展示一个，你看看你愿不愿意出2799啊？你看这里啊，把它翻开来，往上拧一下。OK。哦，就是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那个。它把你的视频截图给印出来了。它给你印出来的拍立得，你可以选择加一个2维码，你就能从拍立得里面提取出刚才拍的那个视频。那如果说这个不让你心动，你说 Tim， 你们这个画质也太烂了，你能不能给我看点好画质的？没问题。现在在拍我们的这个机位，就是我们要讲的下一个东西。这台东西吧，我把它直接取下来啊，各位你看。自拍直接无缝衔接，可以用这个自拍吗？我们现在来自拍了。数码博主真的可以啊，数码博主。我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视频的画质看着还不错，但是这就是我们
最近采购的最为昂贵的这么一台设备。这是一台叫做艾丽莎35 Extreme 的版本。你听到 Extreme 会有什么想法？我超 Extreme。这个东西真的还是挺厉害的。这台相机它的重点在于能够拍摄超级高质量的慢动作视频。我很难跟你形容这台相机能做到什么，但是确实我们公司目前没有比这个更贵的这种基础型的摄影机了。如果说你想看一下画面的话，我们直接上一段样片。你觉得这个相机值吗？大概价格在100多万。Just like a song, babe, after a long day. Sitting beside me, I don't have to try. Be some other person. Everything was wrong, and then you came along. 这个东西我相信买的人应该真的不会很多，我也是意外看到，然后呢就买了一个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现在喜欢这样打电话。我还在打电话呢，反正。这个东西是一个手机壳，和别的手机壳唯一的区别呢，在于它是一个纯金的手机壳。这个手机壳里面有多少克金呢？仔细看的话，应该是1铂100克。所以这个让这个手机苹果努力减下来的重量全部功亏一篑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在我买的时候的价格，你可以猜一下是多少钱？应该是10万出头一点。我买的时候是11.9999，现在13.9999，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手机壳还让我赚了钱。讲真，这个壳的做工非常糟糕，可以扔掉，可以直接扔掉，直接保留这个就行了。就是你其实什么叫买椟还读？这就是买椟还读。然后有朋友会说，那 Tim， 你已经买了这个手机壳，能不能给我们抽呢？答案是因为它超过了抽奖的上限，已经没有办法给各位来抽了，所以我只能在公司内部抽给了我们的员工。然后这一次我们在年会上就揭晓了我们大奖的获得者，是我们公司客服部门的旺叔，来请吧。正好今天交付。谢谢老板。你有什么感觉吗？好爽啊！曾经，你的客服代号是什么？我叫鲨鱼辣椒。这是你的客服代号吗？真的吗？是的。以后碰到鲨鱼辣椒，请不要联系他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。简单来说，这是肯定不是中国人能做出来的阴间的东西。死亡坚果，中国人就不会把死写在上面。确实。但是美国人会干这个事情。有骷髅头。它是一种世界上最辣的坚果。OK。简单来说，它很友善。3.0版本，现在是有分档位的了。它这个包装就做得非常之抽象，没有任何的安全条款写在上面。我不能吃辣，观众在期待你吃。那我先吃初级这颗。你可以含几秒钟吐出来。你嚼了，你为什么要嚼它？我没期待你嚼它，你吐吧。为什么要吐？不辣。暂时还没有感觉辣呀。但是呢，它现在已经开始蔓延开来了，我的右半边舌头已经麻了。它是一种慢慢蔓延开来的辣，它不是一开始就开始的。这个辣会持续1个半小时，没有用的。这个辣椒素是解不掉的，就是牛奶是解不掉它的辣。放那么多牛奶干嘛呢？就是给你点心理安慰。我本来是想吐掉的，但是有一说一，它的这个坚果做的还是蛮好吃的。然后这个辣呢，是慢慢的散开来的。你话能不能说全了？在李思维现在准备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，我们再来邀请几位公司里面自认很能吃辣的同事来，请你们自己选择，你们选的是哪个辣度？每人只能选一个辣度，我也会陪着吃一颗。各位请看一下，这是2，这是3，这是4，这是5，你们确定吗？你们现在退出还有机会。好，来吧。你咬了吗？你嚼了吗？我嚼了呀。它吃下去了。吃了。你吃掉了。你要试试更。还能再试一下4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阿玛特拉斯。
你是几级？4级。你和我是一样的。哭了，辣哭了，辣哭了。这个辣椒，我建议各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玩具玩，你不能咽下去，因为我知道咽下去以后后面是要痛到你会痛不欲生的级别的。写了些警告。你现在才开始读吗？哦。李思维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吃了1级，你怎么和别的所有吃了5级的人一样？我现在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，我喝不下牛奶了。这个东西说真的没有这么昂贵，2000多块钱，但是这个你猜是什么？听诊器。没错，这就是一个只收低频的麦克风，它是一种接触型的麦克风，使用方法非常之简单，我录制，我贴上。你为什么我把这个放在这里，你的心跳在加速？我看到你，我心跳加速。为什么？这个事情小编也很好奇。所以这个麦克风的特性就是它能用来收树木内部的声音，比如说啄木鸟啄树，比如说树木内部有声音开始崩裂，它是收这种超低频的声音的。所以这就意味着你能够快速做一些高抬腿运动。你要先把自己弄得很累，我要听你心跳加速。我想其实我们只要玩一次抓人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来吧。闪躲，哎，抓到了！为什么这个胖子跑这么快？听听我的，大家听听我的，你听听，戴上耳机听一下。我像在夜店里一样。这个形容太妙了，真的就是夜店里的声音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全部内容了。不知道各位觉得我们这一次买的怪东西怎么样？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欢迎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来告诉我们。如果你想看下期的话，还得再等半年，因为买这些东西吧，第一得赚钱，第二找到他们也不容易。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，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也别忘了关注我们，这都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